妈祖是一个你知道多么神圣、多么伟大、知名的一个存在，我怎么会去传递呢？那天传完的时候，我真的也是全身发热。我眼前看到的是非常非常巨大的白色的光，很柔和，一波一波的能量，一直的从我身体往外扩出去，往外扩出去，往外扩出去。我自己流泪了，现场的朋友也流泪了，然后我才发现我可以。嗨，欢迎来到宇宙闺蜜，我是凤凰。如果你是新朋友的话呢，我们这个频道会分享自己的灵性探索旅程，各式各样的身心灵工具以及丰富的身心灵知识。同时我们也有开立会员频道，欢迎加入参与每个月的会员直播，还有收看更多惊喜的影片。上一集我们聊到，就是我在2023年大概3月份左右，我们第一次尝试跟会员呱呱见面。当天就是有30位的会员一起来参与，我们在一个很简单的下午茶。本来想说芬多奇讲完话就差不多了，我们就可以结束这个活动的时候，我突然感觉到马杰有话要跟大家说。在那么多人面前，我第一次看到跟感受到他那个非常非常大、非常温暖、不带有侵略性，可是却很有意愿的一个能量包围在我的身上。然后那个时候我其实也还在思考怎么跟大家介绍他。对我来说，我跟他聊过，其实他就是一个代表爱跟慈悲的能量体，所以我们要怎么称呼他都可以。可我总觉得，如果我跟大家介绍说他是妈祖，是也不是，而且从我们从小的学习来说，妈祖是一个你知道多么神圣、多么伟大、知名的一个存在，我怎么会去传递呢？这样，但因为现场的是会员朋友们，他们已经知道了药师的故事，我在直播有聊过，所以我其实也在一个相对安全跟比较封闭一点的一个群体里面，我就再更放松一点，再更开阔一点，把我的驾驶座让给他来试试看，这样也是让我来试试看，我有没有办法好好的传递他的讯息。我记得那天传完的时候，我真的也是全身发热。我眼前看到的是非常非常巨大的白色的光，很柔和，可是却很坚毅，很温暖，一波一波一波的能量，一直的从我身体往外扩出去，往外扩出去，往外扩出去。确切的讯息内容我不是太记得，但我记得的是我自己流泪了，然后我睁开眼睛，发现很多的现场的朋友也流泪了，然后每一个人都跟我说，他们感受到了那个很温暖的波包围着他们，然后我才发现我可以，然后我也发现原来能量是可以在传讯的时候一并的传递出去的。在这几年的学习之后，我更意识到，其实有时候讯息它是一个封包，有时候当下我们听到的可能是语言，就是由我嘴巴传递出来的一字一句。可是如果这个东西我们有机会再反复学习、反复的看或者反复的感受，你会发现有很多的讯息是超越这个语言的字句传递到你身体里，甚至每一次的传讯从头看我都会有不一样的感受跟学习。那个时候才觉得啊，我跟大宝一样是一个可以传递讯息的人，我可以真的是一个传讯人。然后接着就来到有一天的拍摄，大宝就问我说，那你现在跟马杰相处的怎么样？我说基本上我就可以蛮好的传递他的讯息。他说所以现在可以传吗？然后我就说好啊，就是一个很好 Q 的状态。我一直到拍摄结束才意识到说，哇哦，就是一支影片，它是被记录下来，而且会一直被看到，一直被看到，一直被看到这件事情。我做了这个尝试，当然对我来说也是事后才发现自己太鲁莽了。每次转完讯都会流眼泪。有一个新的电子鸡，我的神奇宝贝，好喜欢哦！我也有自己的神奇宝贝了，耶！我觉得他要的世界真的太美了。
美到让你觉得很感动。如果有一天我能在我有生之年见到这样的世界，我真的是。马杰在说的事情是互相剥夺，尤其是互相这2个字。如果这个世界上面没有互相剥夺这件事，那我们现在人类社会上面所产生的各种的误会、各种的争执衍生出来的战争，它都不会发生。大家在这么不同的生活背景、DNA、种族，但是我们想的同一件事情，然后我们把自己跟彼此带往那样子的地方去，这就是乐园，这就是天堂，这真的是天堂。我觉得要做到一个社会可能不容易，但是如果你可以从自己的家里面开始做，如果我们在家里面我们不互相剥夺，告诉你的家人你是谁，你喜欢什么，你不喜欢什么，把你的需求。我不喜欢你这样对我，我需要的是什么？妈妈，我不喜欢你这样子说，因为我希望什么？丈夫可以告诉妻子说：“我不喜欢你这样子做，我需要的是什么？”如果大家在自己的家庭里面可以这样做，一个家庭、2个家庭、10个家庭、100个家庭，不觉得这个社会就会很美？我到现在都还是会感受到这个讯息，它想要传递出来的那种很慈悲跟很巨大的爱的成分在里面。在此时此刻，现在相对动荡的，不管是国际局势，还是整个地球的改变，甚至是人跟土地之间的关系，我们跟自然的共存，套用回来这个剥夺，好像都适用。在去美国之前呢，就是我有很小声的听到药师说：“可以来接我咯。”然后我就说：“我要先去美国，等我回来再说。”然后我就去了美国。一直到出发前，我就真的有一个直觉，就觉得我要去美国做一件什么事情，但我不知道，所以感觉好像是被安排的，然后或者是大家就常提到的，就是某一种召唤。我就问了一下马杰，就说因为美洲大地的精灵有话要跟我说，明天他们会传讯息给我。晚上因为我是跟团嘛，然后我就坐在车上，我就开始昏昏欲睡的时候，我就看到3个精灵来跟我打招呼。我觉得他们很像仙人掌。你说精灵长得像仙人掌，就绿绿的，然后就是很像仙人掌这样子，然后有角刺。对，就是很可爱。但是他们是那种半透明发光的，很像玻璃做的仙人掌。他们就说我很久以前是美洲大地的一个能量很强的祭司。对，然后曾经在这个土地上面帮助了非常多的生灵，所以他们曾经受过我的帮助，他们很开心看到我又重新踏回了这个土地，所以他们想来跟我打招呼这样。然后明天会有更重要的讯息要给我。后来我就在马蹄湾那边的一块岩石下面把这个讯息接进来。地球上的所有土地曾经都是连接在一起的，那既然如此，为什么现在要分彼此？在那个当下，我觉得这是一段很美的讯息，至少我感受到那个能量是一种，我没有当过印第安人，但我感受到那种很奔腾的血液，然后很广阔的胸襟，与天地合一，然后你就是很适合呐喊的一个能量，就很舒服。然后我也觉得就是被大地之母拥抱那种感觉。我觉得这可能也是我寻找能量点的契机。我就发现我其实是可以在一些场域发现特别不一样的地方。那个讯息，我觉得回应了刚刚马杰说的剥夺与被剥夺，其实是我觉得很接近、很核心的一个内容。我想他们是想要告诉我们，即便到现在，我们对于领土、疆域、国家，都还有很多我们对于你跟我之间的差异，这样子的分别。讯息里面想要告诉我们的是，有时候那些分别是源自于不了解，或者是源自于太了解。然而，如果我们可以退一步看，所有的一切，它都是一体的。我和你都是我们。我觉得这几年来，我一直不断的收到关于分别，或者是分别心
这样子的讯息。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全人类都需要去学习、需要去面对的一个课题。然后也是这段美国行，我觉得很有趣，我很意外地赚到了一个很棒的体验，就是我放下了控制这件事情，完全没想过。包括工作的关系或什么，还有个性啊，其实我很喜欢所有事情就是要在我的掌握里面，所以我常常因为这样让我自己，比如说很焦虑、很紧张，或者是活在一些很压力里面。可是因为就是加州跟台湾的时差是15个小时，而且台湾是比较快，对我来说，就是那真的是天高皇帝远的事。而且你们会先发生，我才发生，有点像我好像多了一天，然后我可以不用追赶什么，因为我已知发生的事情，那感觉很特别。而且第二个是，当你们正在开始工作的时候，我已经准备睡觉，所以我只能够在睡觉前把我的那些要求跟我的同事他们讲，然后我醒来他们就会做好。你就养了一群亚洲小精灵啊？对，可是你要想哦，我以前可能会随时去跟催这些内容，可是因为我在睡觉，我没有办法跟催，所以我就必须要很信任他们。当你把这个信任交出去，你就没有需要控制。大概回到台湾，慢慢的那个很舒适的平静跟平衡状态，的确比较不容易 keep 住。可是我会知道，只要我愿意把这样子的感受、这样子的频率加进生活里面，我是可以的，我是可以回到那样子平静、没有控制的。所以这一次的美国行对我来说是很大的一个学习，也是很好的让我知道，其实我们是可以跟小我往另外一个生活的模式去前行。大家还记得我去美国前，药师在遥远的比方说可以来接我了吗？他们去进修了，然后后续怎么样呢？我们下一集再聊咯。